嗨，大家好，我是黑灯。准备好进入黑灯的世界了吗？那关了吧，看见是吧？哎，朋友们，遇到过那种情况吗？坐高铁，一上车发现你的座被别人给占了，挺常见的，对不对？我遇到过一次，啊，不给残疾人让座，跟残疾人抢座，是吧？高铁的座位还有一个很贴心的设计，你们可能不知道。买票选 A、B、C、D 那个页面，会弹出一个提示框，说系统给您安排了残疾人专属座位，是否接受？见过吗？没有也没有关系，以后办了残疾证自动就会弹出来啊！不要着急，每个人都有机会啊。第一次看见的时候我还挺感动的，人文关怀嘛，对不对？接不接受？肯定接受啊！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呀都。点完接受，他开始转圈加载，转了半分钟，说卖完了。系统给您安排了其他席位，祝您旅途愉快。谁还能愉快？你没问我之前，刚才老子挺愉快的。我说天儿不错，出去溜达一下。一出门碰到一个大哥过来拍我肩膀，小伙子，我说咋了？他没事，哥提醒一下，你残疾，拜拜。生活愉快。现实生活中没见过这种人吧？活不到成年，挨打最多就这样的人，是吧？跑到你跟前嘚瑟，哎，巧克力吃不吃？巧克力，我爸从比利时带回来的，比利时的全世界最好的巧克力，要吃吗？要吃，让你爸出国买。巧克力叫 chocolate， 是吧？谁要吃你的巧克力？我有我的统一春福无糖茶。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不用出国，想喝哪儿都能买到。你就说你想不想吧？你肯定想，赶紧去买，别等了，视频暂停一下，现在就去，我等你啊。那天我就没有买到那个残疾人专座，就是一张普通的票，一上车发现还被人占了。我是 D 嘛，那人坐在上面，我就我说是不是搞错了？我刚想张嘴问他先发制人，他说你坐那个 C。就那个笃定啊，那个不容置疑，你坐那个 C， 我就怀疑我是列车长，他是什么人？凭什么命令我呢？对不对？你跟我商量一下，不用真商量，有那个意思，语气到位了就能接受。你能坐那个 C 吗，小伙子？能。你坐那个 C 就不能了。但这都是事后复盘。火神的一瞬间，脑子根本转不过来，哇！被那个气焰震慑住了。你坐那个 C， 我说好。一坐下就反应过来，说啊，凭什么听他的呢？对不对？气了一天，吵架没发挥好就很生气，是吧？到晚上约朋友吃饭，到吃饭反应过来了，我说我可以蒙他呀，我说 D 是残疾人专座呀 ，disabled。应该坐在地上了。哦，下次再遇到这种，我就跟他掰头，我说你自己滚到 C 上面去，我就要做我的 D。D 是残疾人缩写，上过初中的人都了解。难不成你是个玩说唱的老铁？我那朋友说，残疾人缩写那不就 C 吗？次安残，你做个 C 没问题。次安残脑子又没转过来，是吧？我说照你这逻辑，我做 B 也可以啊 ，blind 坐在 B 上面也非常合适。他说让你做 A 也能做，我说 A 怎么也能做？他说大家看你第一反应就是哎，残疾人来坐。后来真的买到过残疾人专属席位，就是16节车厢，有大概2节里面有无障碍厕所。在那节车厢的第一排，那个地方确实宽敞。第一排你发现没有？也很好找，就是大家放行李的地方。哎，一个坐轮椅的，对不对？非常期待今天残疾人专座，咔咔咔一进来一看，什么意思？跟箱子挤一挤，让残疾人看行李。不
不怕他偷啊，确实是吧？他偷了他拿不走。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第一排是离车门最近的，能理解吗？行动不便，一进来就到了，这个确实很合理。但是卖票那个页面上的问题，那个弹窗到现在没改，5、6年了，一行代码就解决问题了。你把这2个步骤的顺序前后换一换，你别上来就舔着脸就问你说，哎，要不要？你先回家翻一翻你库存，你找一找我还有没有就。有你再出来卖啊，对不对？没了，小嘴巴就闭起来，对吧？你说微信群里的红包抢完了，是不是就应该把它撤回去？点击详情，谁想看谁抢了多少钱？我没抢到，我就不想知道了，对吧？体验很差，真的啊！祝你旅途愉快。祝的一般都是你没有的东西。祝你旅途愉快，说明他也知道我生气了，他不在乎，我就去投诉了。第一步身份验证就卡住了，他要我在6张图片里面找向日葵。没有办法了，是吧？事儿很小，但是，确实体验很差。我确实没什么办法，我就讲个段子，就当笑话这么一讲，你们就听，对不对？但是产品经理，你不要就当个笑话听啊，你走走心好不好？你当个事儿办，对，能不能改？能，肯定能改。你现在就去改，别看了，视频暂停一会儿。你不改，我会一直盯着你。黑灯 is watching you。讲到这，谢谢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张勇。我们从这个黑灯的说唱世界里面来到我口音的世界，好不好？我是这个来自云南的这个哈尼族，因为我是少数民族嘛，所以从小讲这个民族话，我的普通话很差。但是大家敢相信吗？就我这口音，我大1的时候居然敢去参加我们学校的演讲比赛。我当时去到后台，前面的演员讲得太好了，普通话太标准了。我当时在后台上想了呀，我今天唯一能赢的一种方式是，让评委把我认成外国留学生。所以我上台之后疯狂学那些留学生说话，我甚至为了拿高分，我学他们喊我爱中国。而且我这个哈尼族是生活在一个去年非常火的一个山区，叫哀牢山区，大家刷到过吗？对，网上说哀牢山很神秘、很恐怖，之后火了，很多人就发消息来问我说：“张勇能不能带我进山？进山是不是不要钱？”我说：“是的，我们那里进山是不要钱，但是救援要钱。我们那里的 GDP 现在就靠救援队拉动啊。”所以因为是山区，所以我这个普通话很差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小时候老师的资源非常落后。我普通话那么好，要感谢我的小学语文老师，他身兼多职，他同时是我的数学老师，我的副校长，也是我的大姑爹。大姑爹就大姑父的意思。他没上过什么学，就来教我们了。就你们遇到过一种情况吗？就是老师跟同学一起解题，同时解不开。这道题被侯佩岑老师解开了。我都怀疑他不是来教书的呀，他是来跟我们一起复习啊，因为他也想考初中呀，我跟你讲。但是他比你们的小学语文老师伟大多了，因为他的确做到了，把毕生所学都教给了我们啊。这其实就是我们学校的那个环境也非常差，我们学校就在那个村子里面，旁边是村民养的那些家禽家畜。小时候大家也做过那个鸡兔同笼的题，我们都不用算，我们直接出去数。但我数了很久，告诉大家一个正确答案：鸡和兔真的很难同笼啊。这动物根本关不住，它跑进来学校里面捣乱。有一次，老师在黑板上面解题，有2头牛就冲进来了。我们说老师牛啊牛啊，
老师说谢谢谢谢。但是他转过来之后发现情况不对劲，他要立马紧急停课，想让赶我们走，让我们回家。但是我们一个学生也没走呀，我们想看呀。所以这么跟大家说吧，我小时候云南半步都没出过，但是我在现场观摩过西班牙斗牛。所以小时候一直感觉我一直跟动物生活，这给我留下了那深深的印象，以至于我长大之后去酒吧，我那个冠山园的游戏都脱口而出。啊，记得有一次喝酒醉了，别人问我动物园里有什么，我说有教学楼。他说没有，我说有大姑爹吧啊。教材也非常落后，教材是一代代传下来的，他们会在上面乱涂乱画。我印象深刻的一个教材，课本上齐白石的虾，到我这里的时候已经在鸳鸯锅里了。他们还把课本上所有人物的这个眼睛涂掉，就抠掉，就是人家齐白石画虾，他们把齐白石画虾。后来终于情况好点了，终于有个师范生来教我们编家了。但是师范生的这个师范老师的生活更艰辛，他要去跋山涉水，去县城运输一些物资回来给我们。就比如那个方便面，小时候在我们那里很稀缺，方便面，在我们那里很稀缺，它甚至都不是一种主食，而是一道菜，很美味的菜呀。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吃那个方便面配米饭，每次吃完我感觉幸福的头昏眼花。现在我才知道叫晕态啊！有一次也很绅士，老师给我们带来了4种不同口味的方便面，那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4菜1汤，所以吃的很艰难。我们少数民族是吃那种野菜野果。有一次我就把我家的野菜给老师吃了，老师说真有，这野菜真的能吃吗？我说老师，这野菜当然能吃呀，我们哈尼族祖祖辈辈吃了3000年。把自己吃成了少数民族。但是我们现在边疆条件好起来了啊，赶上了时潮，还喝上了新上市的统一春福备茶，采用山河工艺啊。边疆人民还是不太适合接商务。好好做喜剧吧。但是对于当时的老师还有个特别难的点是洗澡，我们都是在河边洗，但是他不好意思跟我们洗，他就要跑去深山里面洗。每次他跋山涉水去，跋山涉水回来，相当于白洗啊。但每次他往深山洗的时候，我们很担心他呀，担心他不熟悉路危险，更担心他太熟悉路了，就走出去了，再也不回来了啊。所以很多人不理解，这么条件艰苦下，有的老师坚持了半个学期，有的老师坚持了1个学期就走了，这个老师坚持了3、4年。后来我们才知道，他跟学校签了5年的劳动合同。不过这个老师特别好，他坚持了6年才走的。老师还特别好，走之前还跟我说：“曾勇呀，我特别看好你，你一定要努力走出前面这座大山。”我说：“可是老师，走出前面这座大山，对面是越南。”但我今天想站在这个舞台上跟老师说，欢迎老师回到我们边疆，现在我们那里有洗澡的地方了，我大姑爹也退休了，欢迎你来当校长啊！别想到这下对啊！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Nora 啊，非常高兴过来这边。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现在呢在自己创业。那现在我们公司情况呢就有好有坏啊。忙的时候我给我老公发信息，他很久才会回。现在公司的情况怎么说呢？他会秒回。公司压力真的很大，我觉得自己好像都患上了手机焦虑症，就是我看到消息就想回复。有一次我跟老公生气，因为我刚问他什么时候回家，他没回我消息，先回了家。而且我现在看到微信上那个小红点啊，我也很受不了。我爸给我看我小时候的照片，我很不耐烦，我非常想马上把我额头当中那个红点给抠掉。代沟朋友们，为了借手机呢，我试过很多办法啊，在飞机上
没有信号。我想太好了，我可以看10页书。没有，我 P 好了10张照片。终于去年呢，我做了一个决定，我去了一个10天的冥想营，它在东南亚的一个岛上，10天手机要全程上交，不能讲话，只能吃素，你每天都要冥想。其实我呢就想去借手机，我妈问我啊，你为什么要去东南亚啦？我说妈妈，图个清静。我妈说清静，根本你去嘉定呀啊！我说妈妈，冥想就要去个大家都不认识的地方。我妈说跟你去王明霞阿姨家呀，啊，王明霞是谁？你看你不认识的呀。好不容易买到机票了，又遇到的新的情况，就是那个飞机啊是早上9点的航班，但是8点呢有台风会登陆浦东机场，别人都退票了，我不退，我硬飞。我想万一呢？万一该飞的时候，机场正好在台风眼里。不就可以飞了？我老公知道我要去机场啊，说了一句预言我未来的话。他说：“老婆，你真勇。”终于到了冥想营，我的身体变得很奇怪。工作人员让我交手机，我的手往前伸，人在往后退。我没想到这手机啊有后坐力。那一刻，我甚至感觉我交出去的不是手机。是我的肺，因为我都快不能呼吸了。工作人员很同情地看着我，点点头。我走到角落，叹了口气，掏出另外一部手机。谁没有2个肺呢？在被警告要被赶出去之后呢，我真的过上了没有手机的生活。不得不说，戒断反应很严重。第1天晚上是这样睡觉的。第2天、第3天，我的室友退出了。他说他的室友有羊癫疯。白天冥想的时候，周围都很安静，但我脑子里面一直在自言自语：10天不看手机，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呢？3体人会攻打地球吗？可能会。马斯克和特朗普还是好兄弟吗？可能不会。拉布布会涨价吗？肯定会。我为什么要来借手机啊？难得休假，我应该在别墅里面唱 K。我好想吃银龙鱼，我在脑中研墨下笔下4个大字，我说还我手机。朋友们，没有手机只能冥想，这个过程很痛苦，我也想过要放弃，身边有很多人退出，但我还是坚持到了最后，因为中途我悟了，冥想营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冥想吗？不。是赢，冥想营都结束之后呢，我也没有马上去拿手机啊，我找到了主办方，我说谢谢你们，这10天我放下了手机，放下了焦虑，最后想问一下啊，证书哪里拿？他们说没有证书，我当时就急了，我说没有证书，这怎么证明我放下了呢？我感觉我一下子又拿起来了，我拿起手机，果然看到很多消息。很多朋友呢都很担心我，连发好几条，说怎么了？给你打电话关机，要帮你报警吗？3条之后就没了下文。我感觉我放下了手机，而他把我放在了回忆里。工作群里面呢也很太平，10天没有回消息，居然完全没有耽误。看到这里，我更焦虑了。我马上开始回复所有的群聊，直到682个红点都没有了。我才感觉到这10天从来没有感觉到的平静。那一刻我发现啊，我可能就是喜欢这种忙碌的感觉。会焦虑是因为我内心很羡慕那种非常松弛的朋友，但也许 love and peace 就是接受自己、爱自己的状态，内心才会 peace。所以朋友们，我也不会去冥想营了，我最多只会去王明霞阿姨家。谢谢大家，我是 Nora。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数。最近歌手挺火的哈，我前段时间也去歌手了啊，我割的是右手，在做饭的时候，不小心割伤了右手的大拇指啊，当时流了很多血，就赶紧缠上纱布跑到医院，但是在急诊里，如果你伤的只是一根大拇指的话，
你会看起来很像是在幸灾乐祸。真的，那里面有很多打着石膏的、坐着轮椅的从我旁边经过，我就在那儿。50步战100步啊，真的是。去挂号的时候血还没有止住，而我这个人呢，在受伤了之后会变得非常的容易撒娇啊。我当时就想，能不能先去看了再来挂啊？就在那跟护士讨价还价啊。我们俩就像那种玩具店橱窗门口的母子。我让我先去看看，让我看看嘛，让我看看嘛。然后他就不耐烦了，一句话让我老实了，他那你去吧。你看他让不让你看？排队很慢啊，但问诊的效率很高。那医生当时就看了一眼，就说：“哦，你这个呀，我处理不了。你去那哪儿，那儿能帮你缝一下。”然后就把号给我退了，把号给我退了。我就说先看再挂号嘛，没人听。然后就只能又打车又排队又挂号，晚高峰真的非常的堵，我的血管也非常的通畅。到时候我说医生，我这个手指割伤了，上一家医院说他缝不了，让我来这儿。医生说啊，哦，那我应该也缝不了。他当时连看都没有看，直接就说他缝不了。我当时直接又忍不住开始鼓励他。我说他缝不了，你就缝不了了吗？他说你缝得了，我也觉得你缝得了，你试一试呢，你试一试，没有关系的。那医生也非常不知所措。活了几十年没有经受过这种鼓励式教育，但最后还是勉强的答应接过我的那个手指啊，拆开那个纱布。我把号给你退了，我真不会。然后他开始拿着我的拇指开始给我解释为什么。他说：“你看，你这个手指上的伤口啊，现在已经分开了，你看到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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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你别弄了。”你再这么弄，下一家也缝不了了。我当时就心想，我说怎么回事啊？怎么跑了2家医院都没能缝上？哎呦，我这个手可真是生不逢时。而且2家都是挺好的医院啊，都是挺好的医院。我就想起网上之前流传那句话，叫什么“世界是一个草台班子”。很多人在看到这句话的时候都会说啊，我被治愈了，我被治愈了。我没被治愈，我被拒诊了。我当时看到那个科室里摆了一些书啊，我就在想啊，我现在自己开始学医，我来不来得及啊？来不来得及？来不及，因为看书没办法翻页啊。然后接下来又是同样的环节，开始给我介绍下一家医院。我那天晚上我看了一个，给我推荐下一个；看了一个，给我推荐下一个，在这猜我喜欢呢。我当时就看着自己的手，我说：“这是一根大拇指吗？这不就是一根接力棒吗？流着血一个一个往下传，4×100cc 接力。”上车的时候我都想跟师傅说，我师傅开快点啊，最后一棒了。到了第3家医院就真的很不一样，非常专业啊，一点都不草台。刚进门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尤其那个保安最不草台，不让我进去。因为我当时着急啊，我走了近道，他说必须原路返回，走安检通道啊。我说安检通道，我现在这个样子还能伤害谁呀？对吧？我知道安检通道是为了检查一些管制刀具。对吧？管制刀具，我不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刀具才来看其实。还要检查，对吧？还要检查，对吧？然后，但是医生的确比较专业啊，医生非常专业，给我提供了2套治疗方案。第一套是手术缝针住院，第2套是回家自己愈合。我说啊，第2套是什么？我夜里在高架上跑了一圈。第1家医院说第2家能缝，第2家说他缝不了，第2家医院说第3家能缝，第3家说不用缝。我说你们要不先开个会呢，对吧？
是怎么得出这种截然不同的结论？医学生的教材也分人教版和苏教版吗？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不缝的话会怎么样？他说不缝的话呀，伤口就会长好。我说啊，多新鲜啊，对吧？然后我就又问他，我说这个缝了的话会怎么样？他说缝了的话，伤口就能长得很漂亮。我说很漂亮，是要给我缝一朵花吗？对，到时候我就是一手玫瑰。而且我不知道我手上的伤口长得很漂亮有什么用啊？然后以后跟人发生争执了之后，我直接扇他一巴掌，他说哦，漂亮，对吧？然后我就又问他，我说那不缝的话有多大概率能长好？他说大概80%吧。哎，我一听，我说那是不是差不多就是一定就能长好啊？他说不是，还是有20%的概率长不好啊。20%是什么概念啊？20%什么概念？就是1/5。1/5是什么概念啊？1/5什么概念？他一直在考我，考我约分呢，在这儿。然后他为了能给我讲明白，还给我举例子，举的例子也非常的有针对性。他说1/5呀，就是你一只手啊，其中一根手指受伤的概率，它就是1/5。我说啊，真的要举这么生动的例子吗？但突然被他说的感觉1/5非常大。但接下来一句话，他让我觉得1/5很小。他如果你要手术缝针住院的话，需要1万多块。我1万，远大于1/5。我说不缝了，不缝了，不缝了。但你不缝的话，需要在那个病历上签字确认不做手术。我真的很残忍，杀人诛心啊！就是放弃治疗大拇指的责任书啊。他需要大拇指亲自来签。讲理吧，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为。我也是个淡人，清淡的广东人。我们家有一位很封建的传统女性，她受教育的程度不高啊，人也非常的迂腐。她就是我6岁的女儿。它有一个过家家套装啊，就包括什么锅碗瓢盆、洗菜盆、烘箱，一应俱全，就是一个塑料开放式厨房。我最烦这个玩具，因为我女儿每天一放学就在那里洗碗做饭，我看着就来气。我心想你在练习什么啊？没掌握四舍五入，先学会3从4德。经常捧着一堆塑料食材，就过来问我要吃啥。还吭哧吭哧做半天，我假装吃掉，他又屁颠屁颠去洗碗。我一想到他以后这样伺候他那个死鬼老公，就很崩溃。我感觉这个小孩思想太落后了，他都不知道外面现在有多少姐姐已经很努力的争取到了不用洗碗做饭的自由，他自己一上来要开倒车。你说咋办？你有没有什么培养事业型女性的游戏？比如来一个大富翁的女生版大富婆，在这个游戏里面，她走到哪里，租金就收到哪里。她不用成为任何人的老婆，但会成为所有人的包租婆。想想就开心。但可惜没有大富婆，最后只好给她买了个塑料洗碗机。少做一点是一点吧。就我发现他思想传统以后，我开始留意到更多的蛛丝马迹。他现在最好的一个朋友是他班上的一个男同学，小男孩叫天天。女儿有一天跟我说，想跟天天结婚。我问为啥，他说因为天天是班长。他才6岁，择偶的第一标准，居然是有编制。还说想搬到天天家去住，每天给他做塑料饭，长大以后再嫁给他。我说当同学还不够，还要当童养媳。他不管，非要去天天家玩。没办法，给他穿袜子穿鞋。
他还在那里抱怨，他说：“爸爸，这个袜子好紧。”我说：“我裹的就是你的小脚。”我是觉得整个环境和文化里面会有很多刻板的观念会影响到她。我女儿她从3岁开始就坚定地认为，只有女生才可以穿粉色，男生才可以穿蓝色。我只要穿粉色衣服，她就会嘲笑我：“爸爸，你是女孩子吗？”我说：“我不是女孩子，我只是闷骚。”我就是很担心这些刻板的观念啊，会限制到她。因为总会有人告诉她，你要温柔听话，长大以后找一份稳定清闲的工作啊，最后嫁个好老公。这是在干嘛？难道我就不配拥有一个言论犀利、事业全面开花、不依靠男人的女儿吗？难道我戴维就生不出一个杨天真吗？这里面我最讨厌的就是教小孩子听话。我就跟我女儿说啊，不要别人跟你说什么你就做什么，你要独立思考，要反抗父权，听懂了吗？她说好的，爸爸。我说反抗父权，她说好的，老登。看我干嘛？我是真的很希望我女儿可以受到更多优秀女性的熏陶，我甚至都想怎么去改装一下她的房间。墙上贴张伟丽的海报，空调换成格力的，书桌上面永远摆一瓶老干妈。我还给她看《冰雪奇缘》呢，这艾莎是迪士尼里面第一个没有嫁给王子的女主嘛，她很喜欢啊，但是没看懂，只看上了艾莎的裙子，说要穿给天天看，气死我了。但至少他开始穿蓝色，就是得一点一点给他观念掰过来。我下一个入手就是他最爱的过家家，他之前这么爱玩，就是因为我一直给他正反馈，每一次都夸他啊，好好吃，宝宝好棒，一点都不符合现实。我应该给他一点现实主义的反馈。下次他刚把饭端上来，我一巴掌给他拍掉，怎么又是这几个菜？上班养你这么辛苦，就给我出塑料蛋炒饭，没有锅气，做的全是聚乙烯，一点都不偶乙烯。然后女儿就受不了了，那做饭太难了，我要跟天天玩过家家。没事，让他来当老公，我带你们玩一个非传统的过家家。天天刚一来，我就开始阴阳他，老公不做饭，这个家还叫家吗？然后我再告诉他，你进了我家的门，就是我家的人，以后你是跟我们家姓戴，好好表现，做饭不要切到手。天天带过来的奥特曼也可以用来扮演他们的小孩。天天走的时候忘记带走，女儿就问我，要不要给他送回去啊？我也会说不用，这就叫去父留子。最后，我想跟我女儿说，我不是想让你按照我的想法来生活，我只是怕你被限制住了。就比如像衣服这个颜色这个事情啊，你可以有自己的喜好啊，但你得知道，男生也可以穿粉色。而你，我的女儿，当然也可以穿蓝色。谢谢大家，我是戴。大家好，我是陈明飞啊。我的祖籍是在农村哈，然后我们村主要是种花生，但我这个人呢，花生过敏。其实我从小生长在城市，本来不用吃那么多的花生，但我爷爷奶奶年年给我寄。儿行千里，虽远必诛。他们记了，我也记了。
我小时候一吃花生就会想流眼泪，父母以为是烹饪方法的问题，用老家榨的高纯度花生油给我炸花生吃。在父母的精心呵护下，自幼体弱多病。家里就鼓励我没事的时候多运动。但过敏症状是这样的，它的症状会随着体内血液循环速度的加快而逐渐抬高，所以我越运动身体就越差。身体变差，家里就让我多运动。后来跑着跑着，我说妈，我好像看见我太爷爷了。我妈说心脏不好，咱就多吃点花生呗。高一那年终于扛不住，第一次休课了。当时是在放学踢足球，第一次休课，不知道身体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但知道不对，想赶紧背包回家。走到学校门口麦当劳，扛不住倒在地上。路人一看，汉堡中毒了，洋垃圾毒害中国人。服务员一看，肯德基派来的吧？店长很仗义啊，他其实可以不用管我，因为我没有倒在店里，但他冒着风险把我救了。我后来真的很感激，给送了一个锦旗，麦当劳救死扶伤，巨无霸妙手回春。然后就把我拉到了医院，打了激素，抽了血，做了检测。医生说你是花生过敏，最好不要吃，吃了饭后1个小时千万别运动。我当时听着如此精准的作案手法，又看了看我爸妈，感觉故乡的花生米正中我的眉心。医生就说你们家以后做饭就不要再用花生油了，我们家就换成了大豆油。用了1个月，发现我大豆居然也过敏。我家里就陷入了困惑，我爸说要不咱试试转基因的呢？我说是要转我的基因吗？这些年父母就有点愧疚，老跟我说感觉对不起我，不小心喂我吃了10几年的慢性毒药。我听完心情就很复杂，因为一方面我真的不怪他们，我们村儿祖祖辈辈都吃这个长大，都没问题，换我也想不到孩子会有这种问题。但另外一方面吧，这个比喻太精准了。我爸是一个山东人，我妈是一个河北人，我查了一下，跟潘金莲、西门庆是一样的配置。总有一个人在提供毒药，一个人在负责熬制，就为了送走家里的大郎。我跟故乡的格格不入，还体现在一些观念性上的问题，总会有一些奇怪的对话发生在我和我爷爷奶奶之间。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我爷爷跟我说：“大孙子，你学习成绩好，就是因为你太爷爷埋的特别好。”我说：“怎么我内卷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太爷爷躺平帮我解决了？”我爷爷就说当年下葬那会儿选的分风水好，叫状元坟，说我靠这个分能轻轻松松上清华北大。我不理解我爷爷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件事，因为如果我信了这个逻辑，我也很难想着感谢我太爷爷，我应该只会想用我更多的祖宗实现我更多的愿望。我说爷爷，其实我还有几个愿望，你能再为我燃烧一把吗？我发自内心是不信宿命论的，但我发现真到考试的时候，又很难克制自己对这个分的喜爱之情。他至少让我进考场的时候有一种莫名的自信。我同学问陈明飞：“你今天怎么这么自信？”我说：“因为哥们儿，下面有人。你10年寒窗，哪比得上我几代人默默无言的沉淀？”他说：“这么狂，你是给人塞钱了吗？”我说：“哥们儿，钱多了烧的呀。”就因为有这个状元分，中学几年一直非常的自信，直到我高考那年，村里修路，把我状元分给刨了。我说：“谁把我的宝藏人脉带走了？”
当时要开棺，然后迁到新祖坟，发现很多祖宗埋太久了，棺跟遗体都变成泥土，没法再真的完整的扛到新祖坟了，就搞了一辆挖土机。很多乡亲没用过，开的不熟练，那个铲斗啊晃得跟颠勺一样。我的祖宗走一路掉一路。那年我的一模二模高考成绩啊，也走一路掉一路。后来高考分出来，差了1分，没有考上清北啊，但是我知足了。确实知足了，因为我知道我太爷爷他已经尽力了。一个破碎的你，怎么保护一个破碎的我呢？但我觉得如果能重来啊，我会跟着那个挖土机，他一边抖我一边说岁岁平安，岁岁平安，拿个扫把收集我的清北碎片。我觉得其实没有太多遗憾，因为我感觉就差一点没考上，跟真考上其实是差不多的。直到我参加了一场线下的脱口秀比赛，那个俱乐部的推文是这么写的：本次比赛的选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清华北大和来自北京的选手陈明飞。我说好像不太一样啊。但那次比赛结果还挺好的，战胜了所有清华北大的选手，而且就多了1票。我当时看着那1票，我说是你吗？但太爷爷你帮错比赛了呀。谢谢大家，我陈明飞。我是侯佩岑。谢谢节目组邀请我，这个节目从第1季我就看了，超喜欢付航的，他给了我很多的自信。去年侯哥火了，今年换侯姐了。今年呢，我参加了《乘风破浪的姐姐》，大家都说我情商高，爱客套。可是我真的没有。我今天来到这里是非常非常的真诚，因为我很喜欢这个节目，很喜欢这些选手，也非常喜欢周星驰先生。以上3句有2句是客套的，你们猜是哪2句？今年在《乘风破浪的姐姐》，我们在户外录制嘛，所以我们都会到，比如说各个地方海滩啊、高山啊。我曾经在昆仑山上唱歌，海拔好高哦。高到比我的情商都高。然后我跟这个罗雨彤姐姐还有一个舞台，我们就在昆仑山的山顶上开车，很潇洒，对不对？大家还管我叫昆仑山车神。但是为了画面好看，让我要保持匀速20迈。20迈哎，那个陡坡溜车都不止20迈。导演跟我讲，他想要拍出一种末路狂花的感觉。我想说什么狂花开20迈啊？感觉这种狂花就是在末路上会等红绿灯，这也太礼貌了吧！不愧是我侯佩岑。参加这些节目真的给我收获很多，尤其是姐姐们给了我很多的温暖，我们互相托举，也有很多的力量。像我的好姐妹管乐，她不仅托举了我，她也在拉票的环节把我抡了起来。女性的确是非常有力量，特别是上肢力量。像我长这么大，我也是第1次在宿舍里面过集体的生活。那宿舍的生活非常开心，跟姐妹们一聊就会聊到很晚。为了不耽误第2天的这个排练，我们都有给自己约法3章：1、12点以后不要聊天；2、1点之后不要聊天；3、3点了最多聊到4点。你看吧，中年人真的较少。参加节目之前，我其实有很多的顾虑。好在我家里人对我很支持，我的2个孩子也会看我的节目，就学着节目里面的姐姐叫我姐姐。他们还会帮我编舞，在地上翻了2个前滚翻，跳起来说：“
妈妈，你能跳这个吗？我一直很难拒绝别人，但好在孩子不是别人。我跟他们说，这个妈妈的确是做不来，女性可以托举，但尽量不要翻滚。40加的妈妈有再出发的勇气，但是40加的妈妈也有一些腰肌劳损。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机能会下降，但是我们不要轻易否定自己的可能性。我录这个节目真的很开心，而且我还获得到一个幽默大师的称号。这个称号我就真的受之有愧了，因为在我的心里，幽默大师的门槛很高的，比如说郭德纲老师、周星驰老师，还有马东先生。这里面有2位是真正的幽默大师，你们猜谁不是？你好，郭麒麟，听说你认识郭德纲老师，对不对？还凑合啊。可不可以麻烦你把刚刚那件事情告诉他，让他可以安慰一下马东？对，你告诉他，他不是。最后，今天作为气氛组，也请各位选手相信我的礼貌。我不仅可以没苦硬吃，我也可以没梗硬笑。我都47岁了，还可以乘风破浪，大家也别怂。希望今天大家都可以有很好的发挥，突破自己。发挥的不好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相信自己，你们一定都可以活到47岁的。加油！感谢大家，我是祝福大家长命百岁的侯姐侯佩岑。好，我是侯姐。哎，朋友们又见面了，真的。哎，我去年上完节目过后啊，一直在全国各地巡演我自己的专场，大家有看了的吗？看了，没有看的不好意思，收官了哈。其实现在就是演的越多啊，我这个越容易暴露自己没有文化，真的。我是一个中专生。很多时候呢，多多少少有点自卑啊。去年专场演了有30多个城市，现在专场演完过后有一个环节，大家应该知道是吐钱环节，就是先写上观众的名字，后面写一句祝福。这个环节我在全国各地演的都很顺利，直到我来到了上海，我搞不懂哈，你们上海怎么每个人都有个英文名？我英语真的很差，写都写不来，真的。因为吐钱环节啊，站在那儿，简单的什么 Amy、Lily， 我还可以猜一下。但你要是跟我说 Emily， 哎，我真的迷离，我云里雾里，你知道吧？有一次个观众跟我说，他说我叫索菲亚，当时我的笔尖杵在那个纸上，杵了半天，我写了个 so。我又不想让他觉得我很没有文化，我就问他，我说你那个索菲亚的索，该不会是误将上下而求索的索吧？我真的很恨我自己，真的，因为明明我家里的衣柜就是索菲亚的，怎么平时晾衣服的时候我就没有多看几眼它是怎么拼的，你知道吗？那天我回去看了，写的就是索菲亚。3个汉字跟我写的一模一样，真的。哎，我英语这么差，去年还去国外巡演了一圈哈，现在也算是国际演员了啊。走了一大圈。其实我第一次一个人去澳洲的时候，心里真的很紧张，一落地被一个白人警察拦下来，盘问了我好多问题啊，我一句都听不懂。当时把我急的，我说不晓得，听不懂。他直接给我翻了个白眼。我第一次看见一个白人的白眼，全是白眼人。但是我才反应过来，我是不是有点太自卑了？我明明都会说 no， 然后他后面问我什么问题，我都说 no no no， 最后把警察的 no 笑了。警察说哈哈哈哈，it's okay。我觉得一点儿都不 OK， 因为我从他那个 harm 里面，我就听出来了。他觉得我是一个不会说英语的小可怜，我当时一边往里面走，心里又觉得有点羞耻，但电光火石之间，突然有一句英语就传到我脑子里面，我转头就问他，我说 Can you speak Chinese？ 他说 No， 我说哈。
It's okay。我一个中国人，我为什么要会说英文？但我好像经常因为这些自卑啊闹一些洋相，真的，我就想起来，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那是我第一次出洋相的时候，16岁，当时正在准备中专毕业要实习了，我毕业于成都汽车职业技术学校的学前教育专业。朋友每次听了都问我，你是教的是汽车人吗？是。所以你们也很容易想到，我毕业过后很难找工作。我当时就决定自己给自己找一个中专对口的工作，我就去了5星级酒店里面端盘子。那天到了后厨啊，很快就领到了人生当中第一套工作服，是一件白衬衫。我当时打开看，我觉得自己都要当上白领了。我一看衬衫 S 号的，真的白领了。而我根本就不好意思给别人说，就不敢提要求说你能不能帮我换一件，因为我是一个中专生，我们的校训就是适应社会，适应社会。那个衬衫我穿了10分钟，社会真的很难适应，勒得我根本就出不赢气，你知道吧？那个扣子从上往下扣到一半就扣不上了，我一看这不就是个车标吗？奔驰。后来我费了9牛2虎之力，终于把那件衬衫穿上了。我一照镜子，妈呀，米其林！主管就开始训话，当时现场有60、70个人，我站在第一排。主管说：“来来来，大家都看我啊！”就在那个时候，我突然打了一个巨大的喷嚏，大家一下就都看我了。这个喷嚏有多大啊？我当时打完，直接把我打到第2排了。与此同时，我肚脐眼上了一颗扣子，像上了膛的子弹一样，啪的一声就崩出去了。哇，那一瞬间世界都安静了，只有我的肚脐眼在说：“哦，天亮了吗？”有一瞬间，我真的想过把这个事儿赖给别人，但我发现已经来不及了。主管捡着那个扣子，径直朝我走过来。他说：“这是你的扣子吗？”我说：“这是我的肚脐眼的盖子。”全场轰的一声再次炸场。我没有想到我的幽默让我更加丢人现眼，现在还是肚脐眼，你知道吗？朋友们，16岁的我也曾是少女。那天是我第一天在这个社会上登台亮相，我当时简直衣衫不整又整不了衣衫的，你知道吗？那一刻我在捧腹，别人在大笑。那个主管跑过来问我说：“你那么一大堆大号的，你为什么不管别人要一件？”我说：“我不敢。”他说：“扣子都敢崩，你有什么不敢说的？赶紧去洗衣房里面拿一个3到5个叉吧。”我还是很难受嘛，一路我边哭边跑，还有捂着晾在外面的肚脐眼，在楼层里面穿梭，我就是，我真的很像一个赶着去被杖毙的宫女一样。进电梯我还要喊一声：“帮我按一下，谢谢。”对面的人根本就没有犹豫，直接一巴掌按在了我的肚脐眼上。就他这个理解能力啊，我就知道他应该是我的同学。换好衣服过后，我真的没有勇气再回去面对所有的人，我就等到他们散会，我才敢鼓起勇气推开后厨的大门。当时推开过后，那个空间里面只有2样东西，一个单词就能概括 ：excuse me。后来那个导演跟我说这是2个单词，我就说了我英语不好啊。但其实那颗扣子我一直留到现在了。后面呢，我也干了大大小小10几份工作，然后也出过一些不少的洋相。但每一次在敏感、羞耻、尴尬、自卑找不到解法的时候，我都会把这颗扣子拿出来安慰一下自己，给自己说一声好 ，It's okay。谢谢大家，荣